高市早苗硬挺着不撤回狂言，咱们再对日本打出2记实质性大招，引发全球关注。第一件事，咱们正式通知完美俄英法4常对日本的态度。第二件事，对原产于日美等国的剧本流迷 PPS 征收反倾销税，其中日本的税率高达 69.1%。这2件事直击日本的命门，国际合法性和工业根基。先说第一件，咱们继在联合国通知190多国对日本公然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态度后没多久，立刻开始联系5常其他大佬，表达了咱们接下来的对日态度。这是要干什么呀？就在28号，咱们一通电话打到英国首相国安顾问巴罗那里，随着最后一个音节落下，一个针对日本极右翼的5常围猎网算是彻底闭环了。中美俄英法这5个平时在联合国会议室里经常互相拍桌子翻白眼的大佬，居然因为日本的神助攻，罕见的达成了一种默契的眼神交流。这是一道要把日本从自以为是的迷梦中踢醒的闪电。咱们的话说得很重，开历史倒车，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特别是5常的世界里，这意思基本上就是你要是再不刹车，我就帮你拆车了。首先是俄罗斯外交部杀气腾腾的发言人扎哈罗娃，那是真的不惯着，他直接甩出一句对日本部署进攻性武器表示深切担忧，并且保留采取强硬回应的权利。翻译一下这句外交辞令，日本你想干啥？想动手吗？行啊，把你那本落灰的联合国宪章翻出来，看看里面的敌国条款还在不在。别忘了，要是真的撕破脸揍你，甚至都不需要经过安理会授权，那是合法合规的自助餐。接着咱们这边转头就去了莫斯科，这2个大块头凑在一起开战略安全磋商，你猜猜他们在聊啥？肯定不是聊莫斯科的红肠好不好吃，而是怎么给那个正在复活的军国主义幽灵来一场物理超度。更让日本心惊肉跳的是，今年中俄那种手牵手的空中战略巡航还没搞呢，这就像是一只靴子还没落地，随时可能变成武器装备轰鸣的引擎声。再看看大洋彼岸的美国，高市早苗本来以为自己是美国的新尖尖，结果特朗普明确警告高市，别在台海问题上给我惹事，别激怒中国。他那一套我对美国最忠诚的戏码，在美国的战略天平上根本压不过中美关系这块大砝码。至于西欧那边的英法，虽然平时喜欢还要点面子，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脑子还是清醒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说得明白，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英国那边也差不多，虽然心里可能有点小九九，但在捍卫2战胜利果实这件事上，他们是不会含糊的。但凡含糊一点，这5常位置就不保了。毕竟5常的席位就是靠2战打出来的，谁要是敢翻2战的案，那就是在挖5常的祖坟。接下来说第2件事儿，11月30号，咱们商务部扔出了一份公告，简单说就是对原产于日本、美国等国的剧本流迷征收反倾销税。重点来了，日本的税率高达 69.1%， 这简直就是直接把日本相关产品的出口大动脉给系了个死结，然后还在上面踩了2脚。这事儿绝不是什么一时冲动的撒气，更不是简单的贸易摩擦，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日本政坛那帮嘴炮强硬派的精准外科手术式打击。这一刀为什么砍在剧本流迷的大腿上？很多朋友看到剧本流迷这4个字，脑子里估计跟浆糊一样。别慌，咱们不讲化学课，你只需要知道这玩意儿是现代工业的万金油，更是高端制造业的维生素。你想造新能源汽车的电机吗？想搞5G 基站吗？想弄半导体封装或者航空航天的精密部件吗？没这玩意儿，你那高科技产品就是一堆废铜烂铁，它耐高温、耐腐蚀、绝缘性好，简直就是材料界的6边形战士。在这个领域，日本企业比如出光sinh产、无语化学这帮老牌巨头，以前那是相当豪横，长期垄断全球高端市场，鼻孔恨不得朝天看。而咱们呢，作为世界最大的世界工厂，咱们是这玩意儿全球最大的买家。这就像什么，日本是卖铲子的，中国是挖金矿的。以前大家还能凑合过，日本卖铲子赚得盆满钵满，但现在咱们直接要把这把铲子的价格体系给掀了。这东西又不是只有你一家能卖，69%的关税什么概念？意味着日本货在中国市场瞬间丧失了所有的价格优势。本来卖10块钱大家还能竞争一下，现在你不得不卖17块，那谁还买你的？还想利润空间？别逗了，能保本就不错了。咱们的市场占了日本出口份额的40%以上，要是这块肉丢了，别说年终奖，连明年的研发经费都得停。这招属于是我不打你的脸，但我打你的钱包。你高市早苗不是要在政治上恶心我吗？行，我就在经济上抽干你的血，你触动我的核心利益，我就动摇你的吃饭家伙。这就是阳谋赤裸裸的算计，选在这个时间节点出手，那是相当有讲究的。首先咱们是讲法律的，这叫期中复审，是根据 WTO 规则来的。2020年咱们就开始治这帮乱倾销的家伙了，现在5年期满了，复审一下，觉得你们还是不老实，那就继续罚。程序上滴水不漏，让你想去 WTO 告状都找不到借口，只能憋出内伤。其次看看最近日本都在干嘛，简直是在雷区上蹦迪，在琉球增兵，在那儿什么与那国岛部署导弹，日本国内那帮右翼政客修宪的修宪，喊着要拥核的拥核。好家伙，真当自己还是那个昭和时代的列强呢？中国这次出手就是给这种躁动症打一针镇静剂，潜台词很明确，你想玩火，行，那咱们就先算算账，所有的试探都是有标价的，你在政治上每往前跨一步，你的经济账单上就会多出一串零，让资本家去教政客做人，这才是这招最高明的地方，属于是隔山打牛了。高市早苗这帮政客平时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动动嘴皮子就能捞选票，至于企业死活关他们什么事儿。但这次不一样了，这 69% 的关税大棒
虽然打在产品上，但疼在企业的心里。当初光兴产、吴宇化学这些大财团的财报一片惨绿，当他们的股价开始跳水，当工厂面临停工裁员的风险时，你猜这帮资本家会干嘛？要知道，这才是小小的一个剧本流迷罢了。你猜猜后面还有什么？多不胜数，随便一个稀土就能让日本吐血。这些资本家不会也不敢来找咱们哭诉，他们会直接冲到日本首相官邸，你们他们能不能闭嘴？再这么瞎搞，我们的生意还要不要做？日本的工业还要不要了？这就是倒逼机制。日本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是穿一条裤子的，经济长期半死不活，全靠这几家制造业巨头撑门面。现在咱们直接掐住了这些隐形冠军的脖子，就是要利用日本国内的资本力量去按住那些政治疯子的手。你想靠对华强硬立人设，可以啊，先问问背后的金主答不答应。如果你的政治表演要以牺牲国家核心产业为代价，你看那些财团会不会把你从台上拉下来，让市场教你做人，比抗议有效10000倍。这只是前菜罢了，旅游和食品出口伤不倒你的根子，工业可是日本的命根子。这69%的关税不过是咱们工具箱里最顺手的一把扳手而已。这场博弈才刚刚开始，中国手里的牌多的能让日本金产省的官员做噩梦。第一张牌，稀土，别忘了，中国控制着全球70%以上的稀土加工产能，没有稀土，日本引以为傲的高端精密制造电机传感器全都得趴窝。这玩意儿要是断几个月，日本工业就得退化回蒸汽时代。第二张牌，半导体材料，虽然日本在光刻胶氟化氢上有点优势，但中国正在疯狂搞国产替代。一旦咱们把这条产业链打通了，掌握了供应链主动权，日本手里那点所谓的王牌就会瞬间变成废纸。第三张牌，汽车，这是日本经济的最后堡垒。丰田、本田这些巨头在华销量占了他们全球总量的1/3，咱们的市场只要稍微打个喷嚏，出台点什么政策风向，比如提高排放标准、调整合资股比，或者仅仅是消费者情绪的一个转向，都足以让日本汽车业抖三抖。所以说这次剧本流迷的反倾销更像是一个善意的死亡提醒，经济规则可以促进合作，也可以变成追魂锁。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个资源贫瘠的岛国，吃喝拉撒全靠进口，咱们手里稍微紧紧螺丝，日本就得难受半天。关键矿产管制安排 RCEP 关税优惠暂停也不是不可能，扩大限制措施那是分分钟的事。从2012年安倍晋三开始，日本就精心把自己包装成一朵白莲花，他给自己画了3张皮，第一张叫战争受害者，天天哭诉自己挨了原子弹，绝口不提为什么挨炸；第二张叫西方先锋，疯了一样冲在反华第一线；第三张叫秩序捍卫者，仿佛他是这个世界的正义使者。现在日本撕破脸了，那咱们就直接掀桌，扯下你虚伪的面具。要是咱们真的动了真格，日本那引以为傲的产业链立马就能变成锻炼，这就叫你不让我好过，我就让你过不下去。但这还不是最狠的，最狠的是在联合国层面的法术攻击。中国完全可以援引联合国宪章里的敌国条款，推动安理会对日本进行制裁。别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法律条文白纸黑字写着呢。日本要是继续在那儿装傻充愣，不排除中国直接甩出一个最后通牒，这招叫什么？这叫师出有名。咱们强调捍卫2战胜利成果，这就是站在了道德和法理的制高点上。以前日本总觉得自己是文明国家，中国是挑战者，现在好了，攻守之势异也，中国成了维护国际法的法官，日本直接被打回了2战战犯的原型。说白了，日本这些年就是知小理而无大义，畏威而不怀德。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谈友谊，他背后捅刀子。既然外交斡旋和好言相劝都没用，那就只能用实力的语言跟他对话了。现在的局面是俄罗斯在旁边磨刀霍霍，美国在那儿搞美国优先，欧洲在那儿看热闹，日本突然发现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竟然变得如此孤立无援。咱们这次之所以搞出这么大阵仗，联动五常，通传天下，绝不是为了跟你吵一架那么简单，这是一场关于国际秩序的除虫行动，是要把那些试图篡改历史、挑战人类良知的修正主义病毒彻底杀毒。中国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日本要是再这么执迷不悟，那结局只有一个，玩火自焚。有一点是肯定的，过去那种模棱两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日子彻底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赤裸裸的实力对决。为了子孙后代，为了这片土地的安宁，这个屋子必须要打扫干净了。无论前面是荆棘还是深渊，咱们手里的扫帚这次是绝对不会放下的。咱们这枚种子已经落下，棋局进入中盘绞杀阶段。当更多69%关税大锤砸下来的时候，他可不管你是首相还是平民，他只认一个理。当你没有掀桌子的实力时，最好老老实实坐在桌边吃你的饭，否则下一个被端上桌的可能就是你自己。最近菲律宾也算是祸不单行，竟接连遭到凤凰和海鸥2大台风的袭击。可就当灾至不利的菲律宾政府再次将希望寄托于中国的元首之时，中国却一改往常快速反应的态度，表态虽然已经关注，但却只给出会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帮助的承诺。中国会有这样的转变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就在上个月，菲律宾政府才刚做出不顾国内7.6级地震的灾情，反而一个劲儿的派遣公务船强闯中国铁线礁的离谱操作。从2013年开始，菲律宾每逢天灾，中国总会最先伸出援手，捐钱捐物累计已经超过2100万美元，可换来的却不过是菲律宾一次又一次的挑衅。这要还没有脾气，反倒才奇怪了。但奇葩的是，类似的事件还真不只是发生在菲律宾的身上，不管是印度制造的边境摩擦，亦或是越南非法在南海填岛，
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近些年可都没少找事儿。这就引出来一个疑问，那就是在经历了近2个世纪的沉沦与奋斗后，中国的国力明显已经达到了100年来的又一个高峰，拥有了世界第2的经济总量，以及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现代化军队。不说迎来古时万国景仰的盛世，至少也得是相安无事的太平局面吧。可在中国变强后，周边的这帮恶灵却变得越来越疯狂了，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猫腻呢？诚然，中国古代王朝肆意兵符的盛况在今天看来确实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但必须要认清的是，如果以为仅靠以德服人就能实现这一切，那显然也是一个十足的误解。毕竟史书中那些辉煌的万国来朝，从来都是老祖宗靠真刀真枪的铁拳硬打出来的。作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也称得上是一代雄主了吧？可即便是这样的人物，在经历了白登之围后，也做出过与匈奴和亲的错误政策。而这个结果就是，匈奴并没有满足于送来的公主和丰厚的财物，反倒在刘邦过世后，立刻就给吕雉修书一封，言辞轻薄的想要霸占吕后，极尽侮辱挑衅。直到几十年后的汉武帝时期，在经过了充分的休养生息后，汉朝才决定强硬一把，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先后派出卫青与霍去病北击匈奴，扬汉国威。最终，他们一个直捣龙城，收复河朔，一个决战王庭，封狼居胥，不仅彻底将匈奴主力打得远遁漠北，更是打到新任单于，直呼汉天子为老丈人。这才是后来南匈奴归附汉朝的开端，也是西域诸国派使来和，打通丝绸之路的先决条件。可与之相似的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天可汗之谜。不过与汉代的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不同，李世民的复仇之路则要短得多。仅仅在被东突厥兵临城下，逼签渭水之盟的4年后，他又趁东突厥内部分裂与叛乱之机，启用李靖尽灭齐国。当颉利可汗在逃亡中被擒获之时，大唐的威名才算是彻底震动了整个亚洲。西域和北方的各个部族感受到了降维打击式的震撼，这才有了他们后来心悦诚服的前往长安，为李世民献上天可汗尊号的举动。事实证明，中国古代肆意兵符的真相，本质上就是一个由碾压式优势带来的辉煌。毕竟在古代社会，军事的强盛本也就依托于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耀眼。试想，当长安城人口超过100万，而同时期日本首都却仅有20万，再加上唐朝的经济文化以及制度都对周边国家形成碾压，也就不奇怪日本人会远渡重洋来中国取经了。那么为什么汉朝的剧本却又无法在今天重演了呢？首先当然是因为当前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早就已经改变了。2战以后，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主权平等的核心概念，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不管一个国家的大小与强弱，在联合国大会上，每个国家手里都只握有分量相当的一张选票。这就决定了新的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多边机制之上的，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才应该是符合当下时代背景的想象。不过这又引出来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既然大家都应该相互尊重了，那为何反而有些国家还总是喜欢公然挑衅别国呢？就比如1999年，菲律宾故意将马德雷山号这艘破旧的登陆舰开到仁爱礁坐滩，打着维修军舰的名义，他就得以不断扩大自己对岛礁的非法主张。再就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越南在南沙群岛非法占领的岛礁上持续填海造陆，并堆建码头与飞机跑道等设施，以此来加强军事投射能力。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只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赫然还有美国这种域外大国的推手。就像他们的行为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种挑衅的强度全部经过精密的计算，以此来打造出一个典型的灰色地带战术。这个战术的性质很特殊，既不是和平时期的正常活动，也够不上战争行为的门槛。在美国的授意下，他们就是想通过不断制造麻烦来博取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为了配合这些国家的行动，美国也打出了印太战略、四边机制这种圈子，通过强化其在亚洲的同盟体系来为这些前台国家提供战略支撑。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典型的西式博弈模式，即小国在前台碰瓷，而大国在背后撑腰，通过联合军演、分享情报、提供武器，甚至在外交上站台等方式，间接给这些国家壮胆。如此一来，这些原本只是区域性的领土争议就瞬间遭到放大，也会因此变得错综复杂。所以这些国家敢于挑衅，并不是赌自己能赢，而是在赌中国在对付他们之时，要顾及中美关系的大局和自身的国际形象，不会采取过激行为。同时他们也相信，一旦事态升级，背后的黑手美国就会出手相助，这才是他们的完整算盘。不过这里却存在一个致命的战略误读，那就是中国的克制并不意味着犹豫，中国的善意也从来都不是软弱。
面对这样一种全新且复杂的局面，中国的回应方式只是在不断演进升级。当更加系统化且更讲究策略组合的应对方案出手之际，有的是他们哭的时候。就在今年9月，中国海警与菲律宾公务船在黄岩岛海域发生对峙之时，菲方本想通过船头的改装铁锚撞击中方执法船只，结果却被中国海警用高压水炮喷了快半个小时，不仅被喷得主机故障、窗户破碎，最后还很不体面地掏出了一条白色裤子当做投降的白旗。事实证明，即便只是水炮、航线管制这类非致命手段，在中国的工业实力面前，也能同样成为一线专业化维权执法的制胜法宝。而且中国海警采用的这些措施在法理层面也只属于执法行为，而非军事行动，这就给中国后续的外交动作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的海警的背后还有着一支日益强大的海军作为支撑。虽然他们不会直接介入行动，但其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稳定器，可以确保局势不会失控。同时，在舆论和法律斗争层面，中国的策略也有了诸多的升级。就像在2023年菲律宾擅闯仁爱礁之时，中国不再只是通过外交部发表抗议，而是直接向全世界公布现场的录像、音频与精确坐标，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摆上台面，以此来避免国际社会被美国所裹挟。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在争夺事件的叙事权和道义的制高点。而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同样离不开这些年在国际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截止到今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总额已经突破了 6.99 万亿元，这种经济上的深度影响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在这个基础上，任何想通过挑衅来获利的国家都必须先在心里打个算盘，去权衡一下破坏区域稳定会给自己的经济带来多大的风险。这才是中国应对策略的精髓所在。毕竟经过过去几十年的交往，中国已经彻底摸透了周边这些国家的白眼狼本性。如此一来，对付他们就更加不能寄希望于理性，反而要通过一系列行动抬高对方非理性行为的成本，从而让这些国家抑制住自己上头的冲动，让合作的收益和挑衅的代价都变得清晰可见、真实可感，才是中国的完整战略体现。今天的国际格局已经不再是像古代社会般追求形式上的臣服，而是要让更多国家懂得合作共赢的重要性，以及相互之间的核心利益与不可触碰的底线。这种国际关系可能比肆意兵符盛况的要求更高，过程也更复杂，但最终建立起来的联系也会更具韧性，更为持久。